尊宝刀屠龙。金毛狮王威震天下，果然名不虚传啊！丐帮光临灵蛇岛，不跟我老婆子打声招呼，就来骚扰我的贵客。哎，听到没有啊？听金花婆婆言下之意，你义父似乎是她请的客人啊。我义父当年无论如何都不肯离开冰火岛，金花婆婆怎么能请得动她老人家呢？还有，金花婆婆又如何知道我义父的下落呢？两位长老，在。金花婆婆由我来对付，你们先去对付狮王。是。有这老婆子在，狮王不会有什么危险。现在重要的是隐藏行迹要紧。狮王，二位长老用的不是打狗棒，实际上用的是阴山掌。金花婆婆，你站在那儿，明着不助谢逊，却以口头相助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呵呵，这位小哥看着眼生，难道也是丐帮中的长老吗？在下新入丐帮没多久，婆婆自然不识。在下姓陈，草字有亮。陈有亮，陈有亮，是没听说过。怪呀，怎么了？我看这金花婆婆好像无心帮你的义父。放心吧，我义父绝对应付得了。谢大侠，你武功盖世，在下实在佩服。这位郑长老手臂已断，请你放他一马。放你个头！你这老小子跟我玩阴的，该死！谢大侠，你没看到郑长老痛苦哀嚎？他自找的，活该！好，郑长老已是废人，既然你不肯放过我，让我陈有亮就抵他一命。你说什么？同门情谊，义字当先。谢大侠，请动手吧。此人倒是义气深重。陈有亮，老夫敬重你是条好汉，你把这姓郑的抱走吧，我也不为难你。在下先行谢过谢大侠不杀之恩，这是丐帮已有多人命丧谢大侠之手，在下10年之内若是习武有成，当再来了断今日恩仇。老夫只需宝刀一挥，你就横尸当场。很好，在这凶险之时，居然还敢说出日后寻仇的话来。老夫若再活得10年，自当领教。好，丐帮擅闯贵岛，在此谢罪。谢三哥，我知道你不喜欢旁人相助，刚才没有帮你，你不会怪我吧？你这次回到中原，可探听到我那无忌孩儿的消息？你怎么不说话了？江湖上没有张无忌的消息。韩夫人，兄妹一场，你不要骗我这个瞎子。我那无忌孩儿，他当真还活在这个世上吗？谢公公，阴丫头，你婆婆说打听不到无忌的消息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谢公公，婆婆说的确实是实话。我们在中原一带真的没有张无忌的消息。那么你们打听到了什么？明教又怎么样了？那些故人又怎么样了？不知道，江湖上的事我没去打听。我只是想查清楚杀死我丈夫的仇人，还有
找峨眉派的灭绝老泥报那一箭之仇。其余的事儿，我老太婆从没有放在心上。好啊，韩夫人，你在冰火岛上是怎么答应我的？还记不记得？记得。你说张无忌夫妇为了不肯吐露我藏身所在，在武当山被人逼得双双自刎。无忌，我无忌孩儿成了没人照料的孤儿，流落江湖，到处被人欺凌，惨不堪言，是不是？不错。你还说无忌中了玄冥神掌，日夜苦受煎熬。你在蝴蝶谷中曾见到过他，要他去灵蛇岛，他执意不肯。你说是不是？不错。我若有一句假话，天诛地灭。殷丫头，你又是怎么说的？我说，当时我要求张无忌跟着我一起去灵蛇岛，他非但不听，还狠狠地在我手上咬了一口，齿痕犹在。我绝对没有半句话是欺骗你的。我其实也非常非常的想念他。无忌，原来你和你表妹之间还有这些纠葛过节啊！我说过，如果你有事瞒我，我绝不饶你。韩夫人，你知道我挂念着无忌孩儿。在冰火岛的时候，你答应过我，到这儿能见到无忌，为何你不守信用？我们说好的，我替你查张无忌，你借屠龙刀给我。谢三哥，只要你把屠龙刀借给我，我立刻为你去查张无忌的下落。你先将无忌带来，我就借屠龙刀给你。你信不过我。世上之事，男人说得狠，就算亲如父子兄弟，也有信不过的时候。这么说，你是不肯把屠龙刀借给我了？我放了丐帮的陈友谅离开，灵蛇岛从此以后再无宁日。武林中不知有多少复仇的人来找我。我金毛狮王早已不复当年了。除了这把屠龙刀以外，再也无可依仗。韩夫人，谢逊眼睛虽瞎，心可没瞎。我再问您，我来灵蛇岛的事，没人知道，何以丐帮的人会知道？我正要好好的查个明白。你去查吧，反正你不肯为我寻找无忌，我谢逊唯有重出江湖，再闹他个天翻地覆。天翻地覆！天翻地覆！天翻地覆！谢三哥，我要去找义父。干什么？你没看到金花婆婆还在那儿？我不怕他。这不是怕不怕的问题。你想想，我觉得这岛上藏着许多诡异之事。你看，这丐帮怎么会知道来灵蛇岛？金花婆婆怎么知道你义父所在？又如何能找到冰火岛？
这中间实在有许多不解之处。你要是出去将金花婆婆一掌打死，这倒不难。不过什么事情都不明白了。我没说要打死金花婆婆，只是我义父想我想的苦，我立刻要去见她。都分别10多年了，还差这1、2天吗？张公子，我跟你说，我们不仅要防着这个金花婆婆，我们还要防那个陈友谅。陈友谅，此人很重义气，倒是条汉子。你真的那么想？这陈友谅甘心待郑长老一死，真是难得啊。怎么了？我说错了？你的手还在流血，回船上，我帮你包扎。哎，你还没告诉我，你刚才叹什么气啊？你身为明教的教主，不知道要面对多少桀骜不驯的英雄，还有谋那么多的大事，没想到竟然那么容易被人骗啊！张教主，我真为你的将来感到担心呢。我被人家欺骗？不会吧？这陈友谅欺骗了谢大侠，你双眼看得清清楚楚，难道你看不出来啊？他骗我义父？这谢大侠屠龙刀一挥之下，丐帮的高手无人能敌。就算这陈友谅武功再高，也未必能逃得过这屠龙刀啊。换句话说，当时的情形，换做所有的人，不是上前送死，就是跪地求饶。更何况你义父的行踪更不想让任何人知道。就算这个陈友谅跪地跟他磕300个响头，这谢大侠也未必能够心软。他除了假装自己人侠重义之外，你觉得他还能有什么办法？你好像不相信我的话。好，那你再想想，这陈友谅慷慨激昂地对谢大侠说那番话的时候，他的双手在干嘛？他的双脚在干嘛？我记得那时陈友谅，他的左手略举，右手横摆，是一招狮子搏兔。至于他的脚嘛，是降魔踢斗式，这不过是很普通的招数。难道他假装向我义父求情，其实意欲偷袭吗？这也不对啊，距离很远，这2招都不管用啊。哎呦，张公子，张无忌，张教主，你呀，你对这人心险恶真是了解太少了。你想想看，当初陈友谅站的位置，他这一招降魔踢斗式踢的是谁？这狮子搏兔搏的又是谁？这一脚踢的是躺在地上的郑长老，出手去抓的是珠儿啊。对呀，这个陈友谅啊，一脚就把郑长老踢到谢大侠的身上，另外那只手呢，就把你的那位青梅竹马结下蹑手之盟的珠儿姑娘，往谢大侠身上一推。好了，2个人都推到谢大侠身上了，这么一来，他就有机可逃。哎呀，要是换作是我呀，到现在我都想不出这么好的办法，真是不简单。这陈友谅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啊。听你这么一提醒，我才恍然大悟，哼，真是后知后觉啊。这世上人心真是险恶，我自小经历的多了，可像陈友谅这么有心计的人，倒是少见。赵姑娘，你能够一眼看破他的诡计，你不是比他更厉害吗？喂，你是在讽刺我？好，如果你觉得我诡计多端的话，那就离我远点啊。那倒也不必了，你对我施的诡计多了，我会防着点。你防得了吗？那我问你，你手上被我下了毒药，你怎么不知道啊？你给我查的是去腐消积膏啊！哎，这去腐消积膏啊，是外科中用以烂去腐肉的消食膏药，又不是毒药。我当然清楚了，可是你涂在我的手背上，你咬出的齿痕不要烂得更深呐！哎呀，好了，我帮你洗掉好了。你别碰我啊！你动不动就来个恶作剧，我怕。哎，你
真是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啊！我是怕你疼得厉害，我才想出这个方法的。张公子，张教主，哼！早知如此啊，我就在你的手背上下毒药，要了你这条狗命，省得你现在对我不理不睬。哎，明明是你整我哎，你还说我是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的。哎，如果我说的让你服气，那你要怎么办？反正你本来就是强词夺理，我也辩不过你。哼，是你自己心虚，说不过我。哼，我知道了，其实你心里呢知道我对你是一番好意，只是嘴巴不说。天下有这等的好意啊！哎，你咬了我的手背，你没有跟我赔不是又罢了，你还狠心在上面给我涂毒药啊！谢谢你啊，这种好意不要也罢了。用不着这么生气嘛。那我问你，是我咬你的伤口深，还是你咬珠儿姑娘伤口深？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，你提它干什么？我在问你话，你不要顾左右而言他啊！好，就算我咬珠儿的那口深嘛，可那时候他抓住我啊，我武功不如他，始终摆脱不了啊。小孩子嘛，情急就只好咬人呐。你又不是小孩子，我又没有抓住你逼你来灵蛇岛啊。哦，这么说，你那个时候，人家强迫你来灵蛇岛，你死也不肯来。现在又没有人强迫你来，你干嘛眼巴巴的跟着要来？我难道说是人大心大，人都变了？哎什么？你说，是你叫我来的呀？是我叫你来，那你就来了。如果我不叫你来，你是不是就不来了？好吧，现在我要跟你说说心里话。其实我知道你咬了珠儿姑娘一口很深，那时候珠儿姑娘她也记得很深。我听她说话的语气，我想这一辈子她都忘不了了。我咬你一口，也就是希望你这一辈子都忘不了我。我看到珠儿姑娘手上的那个伤痕，我在想，你当时咬她咬得那么深，她这一辈子也会记得很深。我也想重重地咬你一口，可是我狠不下心，所以我只能轻轻地咬一口，再涂上去腐消肌膏，好让这个齿痕烂得更深些。如果你怪我，那你就……我不怪你，你如此待我，我永远都不会忘记。哎，我听不大懂啊，什么叫做我这样如此待你？我怎么对你了？我是待你不好呢，还是我待你好啊？老实说，张公子，其实我是待你不好，待你好的事一件都没有。那你以后待我好不就成了吗？你干嘛？我也要在你的手背上咬一口，让你一辈子都忘不了。不要不要！哎呀，不要啊！公，出什么事了？小昭，你刚刚去哪里了？哦，公子啊，我看见金花婆婆和那个丑姑娘，她们身上背着一个大袋子，不知道要干什么哎。她是不是向山顶那间小屋去了？不是，他们二人一路向北，但又不向上山。他们好像在争辩些什么。金花婆婆好像很生气哎。我去看看，你们在这等着，人多容易被金花婆婆发现。哎，等等，
天黑了，你还是把倚天剑带上吧。你留着吧。还是带上吧，要不然我会担心。你担心我什么？我不晓得，总觉得这个金花婆婆诡秘难测，而且那个陈友谅又诡计多端。我在想，你和义父都相隔10几年了，不晓得他还认不认你这个无忌孩儿。再说，这个岛号称灵蛇岛，说不定有什么毒物，你就带着吧。他肯把倚天剑借给我，可见他对我是真心的。你还犹豫什么？还不赶快干活！婆婆，他们在干什么？婆婆，婆婆，你这样做，是不是有点对不起老朋友啊？谢大侠跟您可是有数10年的交情，我想他信得过您，才离开冰火岛来到灵蛇岛的。他信得过我？他信得过我，为什么不肯把屠龙刀借给我？他离开冰火岛，只是为了来找他的义子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可是，婆婆今夜您要夺宝刀的话，明刀明枪的交战，这样还不失为英雄行迹？做这样的事情，如果传出去的话，岂不为天下人耻笑？再说，那灭绝师太那个老尼姑，她已经死了，您夺屠龙刀又有什么用呢？谢逊跟你非亲非故，你为什么总是护着他说话？你倒是说个道理给婆婆听听啊！小丫头，你忘了当年是谁在你的父亲帐下救了你的小命？我怎么，现在羽毛丰满了，想飞了，是不是？不是的，婆婆，阿离绝不敢忘婆婆救我性命，传我武艺的大恩。可是谢大侠，是他的义父啊。哦，说了半天，还是为了张无忌呀。天下竟有你这等痴心的丫头。好吧，就算当年姓张的你小子肯来灵蛇岛，就算你们俩结成了夫妻，瞧你现在这个样子，能保证他一辈子就爱你一个人吗？远的不说，就说我们抓来的那个峨眉派的周芷若，还有他身边的2个小美女，要是那小子对他们俩动了心，你是杀了他们俩呢，还是先杀那小子？赵敏说的不错，金花婆婆的确已经知道我混在船上，只是她为什么不拆穿呢？阿丽呀，不是婆婆说你，你要是不练这千珠万毒手，原是个绝色的美人。可现在什么都晚了，你就认命，跟着婆婆我吧。婆婆，谢大侠是他的义父，我们能不能不动他一根毫毛？这件事情你如果答应了我，我所有的事情都听你的。好吧，我答应你不伤他性命。你起来吧。多谢婆婆。
是，不拿屠龙刀，我誓不罢休。婆婆，别再啰里啰嗦，让我生气了，赶快插钢针吧。是。陈友谅果然被赵敏料中，此人果非善人。谢三哥，有不怕死的狗贼来找你来了。如是，既夺刀，定可掀起江湖争斗，武林风暴。屠龙刀为限，本王与江湖人自相残杀中坐收渔翁之利，这真是豪劲。只是将能号令天下之宝刀拱手送给江湖人士，作为反元之利器，本王则是罪大莫及。成坤，何不以假刀诱之？江湖中人个个狡猾如狐，奸诈如狼，以假刀定难以取信。再则，武林于自相残杀后，必定是元气大伤。在下以为，以王爷能力，要想取回屠龙刀，应是易如反掌。
功力尚浅，恐怕……哎，姑娘，姑娘，你何必跟自己过不去呢？谁叫你说我武功不好？在下失言了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姑娘现在中了毒，身受重伤，功力大减，实在很难替自己疗伤的。那我该怎么办？依我看，姑娘伤势不宜再拖延了，不如由在下代劳吧。性命攸关，江湖儿女不拘小节。好点了吗？哎哎，这……姑娘醒了，失利之处，情非得已。三哥，五弟，屠龙刀，真是屠龙刀啊！我要把屠龙刀带回武当。不好吧？这刀……我知道你要说什么，这屠龙刀不一定是那位姑娘的。再说，我们这次下山就是奉师命为这把刀而来。屠龙刀重现江湖，又是汝阳王的进贡之物。师父担忧汝阳王的毒计，目的是要引起武林争斗。如宝刀在武当的话，师父才能阻止这场浩劫。五弟，为了防止突变，我先带刀回武当，把刀交给师父，这样才能安心。至于你，我暂时先不走吧。那位姑娘的伤势还没有复原，现在对她离弃，并不是我的作风。好吧，你随后赶来，那我先走了。船家，我要过河。好嘞。
我原不想伤你，是你逼我。不行，我不能就这样走了。让翠山救我一命，我也还你一命。 来者何人？六弟，是我。武师哥，哎，怎么就你一个人回来？三师哥呢？他比我先走一步，还没到吗？没有啊。希望别出事才好啊。 你就是龙门镖局总镖头杜大锦？我就是。你有什么事？我姓殷，特来要你保趟镖。这趟镖非同小可，可是耽误不得。你放心，我龙门镖局开设20年来，金镖银镖、金银珠宝，就是再大的生意我也做过，可就是从来没有出现过差错。我就是冲着你龙门镖局的名声找上门的。 不过，这趟镖交给你，我有3个条件。第一，这趟镖必须由你总镖头亲自押送；第二，自临安府送到襄阳府武当山，必须日夜赶路，10天内送到，交给武当派；第三，若有半分差池，别说你总镖头性命不保，管教你龙门镖局满门鸡犬不留。条件并不苛刻，只是语气挺大的。 这是2000两黄金，是你保镖的费用。他身上有伤，不得耽误片刻。这趟镖你接还是不接？好，这趟镖我龙门镖局接下了。出发！出发！快！ 已经到了武当山山脚了，日夜兼程，终于可以松口气了。大家注意，点子不明。可是龙门镖局的，正是。来者报名。武当宋远桥。总镖头，这是武当七侠之首的宋大侠。我知道。撤。慢。车内可是我3弟于代言。我只管接受托镖，不过问镖务。 驾！是3弟，大师兄。3弟可好？看样子伤势甚重，那万万耽误不得。杜总镖头护我3弟，宋远桥这里谢过。我3弟伤势甚重，我们可否接3弟回馆施救？我受托交人给武当派，哪有拒绝宋大侠的道理啊？宋远桥再次谢过。驾！驾！驾！
总镖头，我们可以回去了吧？不对，武当派怎么会知道我们保的镖是于代言呢？宋远桥又好像是专程在等我们，有问题，一定有问题。本以为要费番手脚，没想到杜大姐还真好蒙骗。陈坤，于代言给你了。少林武当必会为于代言生仇结怨。宋远桥，你有没有搞错？你看清楚，看仔细，他才是宋远桥。你七弟，切莫冲动。他竟然把受伤的三哥交给了陌生人，是他害的三哥。退下！大师兄，杜大姐，到底我三师哥人在何处？我怎么知道呢？如果我杜大姐真有心加害于三峡，何必车马劳顿赶他个10天路呢？又何必来此自取其辱？我就是觉得不对劲，才上山求证。没想到你们不分青红皂白，劈头给我一顿。哼！七弟冲动，宋远桥在此致歉了。哼，真是好心没好报。都总镖头可否告知，冒我之人是往哪个方向去了？西北方。三师哥，三师哥！三师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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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五师哥，啊，六师弟，怎么样了？没有啊，我也没看到啊。哎，去看看，走。三师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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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！师傅，三师哥可有救啊？解开衣服。哎，师傅，代言中毒针在先，断四肢于后。远瞧，白虎夺命丹。师傅，拿几颗呀？5颗。哎。
师傅，可否能由三弟的伤势来推测，是谁下的毒手啊？江湖用毒，宵小之徒比比皆是，很难推测是何门派用毒针伤戴言。至于断他四肢筋骨，为时可断定是少林金刚指。武当少林从未交恶，他们怎会下此毒手啊？是啊，对了，巫师哥，你好像说过，三师哥带着屠龙刀早你一步回武当。是啊，我一直后悔自责。如果我跟三师哥同行，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。啊，你方才说对了，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多行走江湖，记忆中龙门镖局总镖头都大姐是出身少林的俗家弟子。我就说不能放他走嘛！秦帝，我去把他抓回来。我去了。哎，秦帝，你无凭无据，凭什么栽赃人家？你们也不想想，这不是明摆的事吗？那杜大锦铁定是觊觎三师哥的屠龙刀，才下此毒手的。他已经说过了，脱镖的是个姓殷的年轻公子。那是杜大锦编套故事来骗我们的，以为这样我们就能相信。我要替三哥报仇，把他抓回来，不可鲁莽！三哥，疼死我了！三哥，三弟，戴言能否保全性命，要1月之后方能知晓啊。但手足筋断骨折，终是无法再续啊！他这一生算是废了。五弟，五师哥，大哥！五弟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你为什么这么自虐呀？大师哥，是我害了三师哥。弟，如果我跟三师哥同行，他就不会中毒针，他就不会残废了。我害了三师哥，我是罪人。五弟呀！你打我，你骂我，你为什么一句责怪我的话都没有说过啊？五弟，你没有罪，是老天爷残害了你三师兄，也捉弄了我们武当啊！残废的应该是我，受苦的应该是我。五弟，你痛苦，你自责，我完全理解。平心而论，当时你救人在先，不能同三师兄回去，过不在你呀。受苦的应该是我，残废的还是我。五弟，你现在再懊悔也无济于事啊！当务之急就是赶紧找出残害你三师兄的罪魁祸首，你知道吗？
素素，爹，啊，听到你的琴声，我就知道你有心事。想不想和我聊一聊？没有啊，谁说我有心事啊？没有。没有。哼，那你为什么从临安回来以后，一直躲在船屋里，一步也不愿意离开呢？爹，女儿也有玩累了不想出门的时候啊。那我知道了，女儿是一天一天长大了，有很多不愿意让爹知道的小秘密，是不是啊？哼，素素啊，你要记住，不管你以后出什么事情，爹爹永远都是你的依靠，明白吗？哼，素素啊，自从你带回了屠龙刀，就是我天鹰教号令天下的时候到了。我打算发出武林帖，举办扬刀立威大会，昭告武林的同道。爹爹做主吧。你们是谁？为何假冒武当派？去死吧你！龙门镖局上下72口，无一活口。有劳二老了，陈坤，能不能告诉我们，为什么这么做？若不以武当剑法灭都大锦满门，如何引得少林武当对立啊？先是断武当于代言4只筋骨，再是灭少林都大锦满门，一招接一招的栽赃。陈坤，我玄冥二老一向行事作为狠辣见长，没想到你比我们有过之而无不及呀，够阴毒！阿弥陀佛。五弟，要想找出加害三弟的凶手，你有3个线索可循：一是找出都大锦，第二是想办法查出屠龙刀落于何人之手，3是姓殷的年轻公子。大哥，我心里有谱，我会先去龙门镖局找出大锦。三弟啊，遇事要沉着，有什么困难尽速通知我们。小弟知道。驾！驾！有人在吗？两位是谁？请吐法号。元音，原来是少林元字辈的高僧，不知我可有得罪少林？两位要对我出手。张翠山，你是武当七侠，在江湖上也是小有名气，遇事你为什么如此的毒辣？毒辣？二位大师，您的意思？我少林弟子都大锦一家被杀，都是你张翠山干的。大师，您误会了，我也是刚来临安县。贫僧日前收到都大锦的求救书信，说是为了保于代言之标而得罪了你武当派，这个你敢否认吗？不错，确实有此事。我火速赶来，没想到你们师兄弟先我一步下此毒手。你胡说，你无中生有。情况是否属实，先拿下你，拿回少林寺，交给主持再说。
醒了。几天没吃东西，你该是肚子饿了吧？你怎么不问我怎么受的伤啊？江湖中人别说是受伤，脑袋都随时贴在手上，还需要问吗？干嘛这样子看着我啊？是我说错了，还是我脸上有脏东西啊？那天你失踪了，我一直担心你的伤势，还到处找你呢。还有，我必须跟你道歉。道歉？虽然我不知道你从何得到屠龙宝刀，不过我三师哥从你手中带走了刀，却是不争的事实。于情于理，我都该替三师哥跟你致歉。有缘千里来相会，无缘见面不相识。这虽然是句极为通俗的话，却印证在我们的身上了。我救了你，你又救了我，只能说是一个缘字吧。还没请教过你的尊姓大名呢。我叫殷素素。你姓殷？是啊。有什么不对吗？妹妹，失陪一下。妹妹，哥，找我有事吗？爹已经发出武林帖了。武林至尊，宝刀屠龙，号令天下，莫敢不从。江湖流传100年的名言：凡能得屠龙宝刀者，即可号令天下，荣登武林至尊宝位。本天鹰教幸得屠龙宝刀，特发武林帖，简邀各门各派，紧定于9月初9于钱塘江口王盘山岛举行扬刀立威大会。屠龙宝刀100年难得一现，此等武林盛事，失之交臂，终身遗憾。天鹰教教主白眉。谢三哥，你能以耳代目，果然厉害。以后重振狮王雄风，拭目可待呀。我谢逊身上血债如山，就算死得再惨也是应该的。还说什么纵横江湖？明教护教法王，杀几个人又算什么？谢三哥，你还记得4大法王紫、白、金、青这4个名号吗？想当年，咱们在杨教主手下，殷二哥、福王韦四哥，再加上你我，横行天下，所向无敌。都是旧事了，还提它干什么？大家都老了。谢三哥，我老眼还未花，难道看不出来你的武功比20年前可大有长进？你何必谦虚呢？三哥，咱们在这个世上也没有多少好日子可活了。依我说，明教4大法王联手江湖，再轰轰烈烈的干上一番事业。殷二哥和韦四弟说不定已经不在世上了，尤其是韦四弟，寒毒难除，只怕已经不在人间了。
这下你可错了。白眉鹰王和青翼蝠王现在都在光明顶呢。他们在光明顶？为什么？因为6大门派联手围攻光明顶。什么？谢三哥，你还是关心明教啊？废话！生是明教人，死亦明教鬼。你笑什么？韩夫人，你想拿话来骗我的屠龙宝刀？你，今天我问你，明教怎么样了？我们的老朋友又怎么样了？你说你不知道，你说你没打听江湖上的事，那现在又怎么样？我承认，白天我没跟你说实话。现在我老实说，这个阿离就是殷二哥的亲孙女，因为他得罪了父亲殷野王，他父亲要杀他，是我救了他。阿离，是不是？谢公公，阿离不敢骗您，是真的。如果是阿离的话，你总该信了吧？我信。阿离，好好把6大门派怎么围攻光明顶的事，跟谢大侠说一说。当时我被峨眉老尼姑挟持前往一县峡，和少林武当、华山崆峒、昆仑5大派合并，途中被韦福王绑走。魏福王没吸你的血吗？没有，他宁愿自己寒冻，都放走了我。魏福王的个性一点都没改，一直是面恶心善。结果呢？光明顶又怎么样？我们的老朋友又怎么样？结果，说呀！结果我途中遇到了婆婆，所以后面的事我全然不知了。阿离，白眉鹰王和青翼蝠王真的去了光明顶，是不是？据我所知，是的。韩夫人，那你就真的不对了。当年你下嫁银叶先生，和众兄弟不和，但本教有难，你怎么能袖手旁观？我去不到屠龙刀，终归是峨眉派灭绝师太的手下败将。我就是去了光明顶，也无面目再跟他动手，所以还是不去为好。6大派围攻光明顶，非同小可呀！明教兴衰存亡，早跟我老婆子没有半点关系。私事事小，护教事大。韩夫人呐，你未免胸襟太狭窄了吧？当年我破门出教之时，立誓和明教断绝一切关系，就是因为这样，胡金牛才把我当成外人，不肯为银叶先生疗毒。胡金牛是被我逼死的，紫山龙王早已犯了明教的大戒，我跟明教已经恩断义绝。紫山龙王，金花婆婆竟然是本教4大法王之首的紫山龙王。你说借我的屠龙宝刀，说是对付峨眉派，实则是去对付杨逍、范瑶。你念念不忘的，只是想进光明顶上的密道，我更加不能接。有一件事，我一直耿耿于怀。为什么你会得知我隐居在冰火岛？事到如今，我也不需再瞒你了。先前我遇到了一个名叫武烈的人，也是老天帮我，让我听到了他和女儿的对话，给我发现了破绽。在我的威逼之下，他说出了真相。这个姓武的见过我的无忌孩儿，是不是？是他设计欺骗我的孩儿，探听到了我的秘密。
谢三哥。当年你我的武功高下如何？四大法王各有所长。如今你没了一对招子，再跟我老婆子比试呢？我有屠龙宝刀在手，抵得过一对眼睛。你想拿我的屠龙宝刀，一定要逼我动手的话，有违我四大法王昔日结义金兰的誓言。我谢逊真的不想这样。你不必心软，今天我得不到屠龙宝刀，誓不罢休。你要取屠龙宝刀，先杀我谢逊！韩夫人，你的名字叫紫山龙王，犯了此刀的忌讳，与我一战，与你不利。说不定我这杀师杖先杀了你这瞎眼狮子。看招！小心脚下有钢针！谁？是谁干扰了老婆子的大事？赶快现身出来！珠儿，张无忌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小赵明明已经下了毒了。金花婆婆，你太狠了！珠儿，你没事吧？阿牛哥，是你。珠儿，是我啊，珠儿。是何等高人！杨教主一言中说道：“本教圣火令自第31代教主石教主之时便已失落，怎么会在这3人手中？这是不是真的圣火令？这3人是否本教弟子？”不叫龙王失望，为何不下跪接圣火令？啊！圣火令！本人早已破门出教，护教龙王4字不必再提。请问3位尊姓大名？这圣火令是真是假？从何而来？你既已破门出教，就不要再多问了。当日杨教主在世，也对我礼敬3分。你在明教是什么身份？敢对我大呼小叫？见圣火令如见教主，谢逊。你还不下跪？3位到底是谁？若是本教弟子，谢逊该当相识；若非本教弟子，圣火令与3位有什么关系？明教源于何土？缘起波斯。然也，然也。我乃波斯明教总教辉月使，另外2位是妙风使、流云使。我等奉总教主之命，特从波斯来到中土。总教主接获信息，得知中土支派教主失踪，群弟子自相残杀，本教上下大势趋弱，是以命云、风、
月30来到中土整顿教务，何教上下齐奉号令，不得有误。太好了，宗教主有号令传来，真是再好也没有了，免得我担责重任，见识肤浅，误了明教的大事。中土明教虽然出自波斯，但数百年来已经自立成派，自然不受波斯总教的管辖。3位远道前来中土，谢逊只敢欢迎，但要我跪迎的话，从何说起？这是中土明教生活令，前任信使教主不孝，失落在外，今由我等取回。自古见生活令如见教主，谢逊还不听令？就算我相信孙家所言，但不知你有何吩咐？狮王以本教教规，入教后不能叛教。此人自称破门出教，为本教叛徒，把他脑袋割下了。要我杀了紫山龙王？说得对，不可能的！中土明教向来无此教规。从今天开始，中土明教西奉波斯宗教号令，出教叛徒留着便是祸胎，把他除掉。明教4大法王情同金兰，他对我无情，我却不能无义，更不能出手加害于他。你在说些什么？你们中原人啊，真是婆婆妈妈、啰里啰嗦，出教之人怎可不杀？这算是什么道理？真是非常奇怪，莫名其妙。谢某，我杀人无数，却不会杀害红教的朋友。非要你杀他不可！不听号令，我们先杀了你。 3位来到中土，第一件事便是逼金毛狮王杀了紫山龙王。难道是为了立威吓人吗？你双眼虽瞎，心中倒也明白，还不快快动手！我金毛狮王光明磊落，别说不杀自己的同教朋友，就算他和我有深仇大恨，既被你们擒住，并已无力抗拒，谢某岂能趁人之危，白刃相加？见圣火令如见教主，你胆敢叛教吗？我谢逊已经下了20多年了，即使将圣火令放在我的眼前，谢某也看不见，更不需要说见圣火令如见教主。那你是决意叛教了？ 谢某不敢，谢某绝对不会杀自己同教的朋友，就算人头落地，也绝不会干出如此卑鄙的事。明教中人不奉圣火令者，一律杀无赦。谢逊是护教法王，教主要杀我，也须开坛禀告天地，申明罪状。 就凭你们一句话就要将我处死，办不到。明教在波斯好端端的，一至中土便有着许多臭规矩。杀！好诡异的武功啊！
这是明教的事，跟你毫无瓜葛。今日你出手相助，谢逊感激不尽。你赶快脱身离开这里。我不能让他们杀了你，你快走，我来应付。赵家，接招！谢大侠，这波斯三使武功虽奇，在下要脱身却也不难。谢大侠，请你先行暂避，在下事了之后，自当奉还宝刀。小伙子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不行，万万不能相认，否则义父爱弟之身，势必要和波斯三使拼个你死我活。你怎么不说话？在下姓曾，名阿牛。谢在下还不远走，难道是信不过在下，怕我吞没你这口宝刀不成？嘿，你不必言语相激。我谢逊以垂暮之年，能结交你这位朋友，实在是平生快事。我要以七伤拳打那个女子了。我一发劲，你就撒手丢了屠龙刀。不行，我一松手，慧月氏定会被义父打死。明教实在没有必要和波斯总教结下深怨。准备好了没有？我要和你同归于尽！把上火令给我！哎，给！别追了，还不快走！谢大侠，这波斯风云三使武功诡异，眼前只有暂避其锋。珠儿，不会有事的。我带他去前面疗伤。韩夫人，我不明白你为什么又要下手杀害殷姑娘。这个野丫头，吃里扒外，该死！你还在记恨殷丫头警告我刚真的事？我不允许任何人背叛我。韩夫人，你的心眼太狭窄了。金花婆婆，经过这场生死大难，你难道还不能尽其前嫌吗？你救我的命是你的事，我杀不杀阿离是我的事。你休管闲事！有我在这里，我容不得你随便伤人。你这臭小子，今天你管的闲事还少吗？未必都是闲事。这波斯风云三使马上就要来了，你还不快走？找到了，找到了，找到生火令了，找到了。女人心海底针，真是搞不清楚。好痛啊！刚才你那招天地同寿还是受伤了，伤得重不重啊？没时间了，快到船上去。我记不起武功口诀的时候，你恨铁不成钢的打我，娘一句话也没有说，含着泪帮我上药。义父，你记不记得小时候我不要学七伤拳，不想当小疯子，你就吓我说老疯子带着一个小疯子有什么不好？义父，后来我失足跌进地缝里面去了，是您救了我呀！母亲，母亲。
义父，你真是我的无忌孩儿吗？没想到1年10年还能跟你见面，义父，我好开心，好开心。请原谅无忌，没能马上跟你相认。不行，我抱不动你了。10年来，我朝思暮想抱你，现在大了，你长大了，义父，你老了很多。哎，我又不是妖怪，怎么能不会老？告诉我，10年来发生了什么事？快讲给我听好吗？来，坐下来讲。好。义父，老天爷开眼了，老天爷总算开眼了。无忌孩儿，你这10几年来的经历还真是精彩。我经历了很多生死玄关，对很多事情都看透想透了。那义父，您呢？一个瞎了眼的老瞎子，会有什么好日子过？那屠龙刀的秘密，您参透了吗？可能我太笨了，这屠龙刀的秘密，我怎么也摸不透。对了，你学会了乾坤大挪移，又帮我明教推了6大门派。光明左右使没准你当教主吗？赵姑娘，怎么了？疼得很厉害吗？好疼，疼死我了！我从小到大，别说是受伤，我连病都没生过。我好想爹，我想家，我想我爹呵护我、照顾我，你知不知道？对不起啊，真的对不起。你干嘛要跟我对不起啊？你受伤是为了救我。哎呀，别扯了，赶快去拿药吧。哎，赵姑娘，我借你倚天剑一用。倚天剑，赵丫头，真的是倚天剑吗？小昭，哎，你告诉我怎么回事？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我在船上等你们的时候，一个丐帮的年轻人上来劫船呢。果然是陈友谅一伙劫走了船。我担心你呀，所以救了周姑娘，就上岸来找你。周姑娘，没想到碰到3个波斯人在追查你的下落。他们3个没为难你吧？我跟周姑娘躲了起来，没有被他们发现。刚才我还以为是他们呢。好了，没事了，别担心。我找不到你的时候，好担心你啊。周姑娘呢？哦，张公子。周姑娘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谢谢张公子关心。是倚天剑，倚天剑和屠龙刀都在灵蛇岛了。
义父，无忌，你是不是又带来2个女娃？这位就是我跟你提过的峨眉派周芷若，还有小昭。这位就是我义父金毛狮王。小昭见过谢老爷子。好，好。小昭，把东西放下，过来帮忙。是。周姑娘，麻烦点个灯。哎，小昭，你去帮珠儿上药。哦，这里由我来。好。魔女，周姑娘，你要做什么？你不要管我！他害死了我师父，我要杀了他！哎，灭绝师太的死因，大家有目共睹，你不要迁怒赵姑娘。可是要不是他囚禁我们，师父也不会死。我现在受伤了，我打不过你。不过你要动手，我照样奉陪。来呀！不行，你真要杀他报师仇，就先杀了我吧。你，哎，我来说句公道话吧。现在大家被困在灵蛇岛，波斯风云3使又在虎视眈眈，明天是生是死都很难预料。希望大家先把过去的恩怨摆下，一条心，同舟共济，共度难关才是。怎么样？快躺下吧。刚才你是真心的吗？义父，你笑什么？我想起当年你爹和你娘流落荒岛，郎才女貌，天作之合，结为夫妻了。你呀，也是同样流落荒岛，可青出于蓝胜于蓝，你一个人呐，一下子带了4个女孩子。你呀，比你爹强迫了。义父，你说什么？哎，我突然有个奇想。义父，你不要开口，听我说。丫头们，我知道你们大家都喜欢我无忌孩儿，对不对？哎，我看这么着，不如你们全都嫁给无忌，当老婆吧。啊！谢老爷子，小昭只是服侍公子的小丫鬟，你别把我算在内啊。我说狮王，你要是再满口胡说，等到我伤好了，瞧我不封你的嘴！你这个丫头是厉害，难怪无忌孩儿对你会敬畏3分呢。不过，我问你，对波斯风云3使的时候，你所使的拼命3招，第1招是昆仑派的玉翠昆冈，第2招是崆峒派的人